漫威电影到底有多细？细节一，在复联4结尾，三巨头大战紫薯精时，现在请注意雷神接下来的每个动作，几乎招招都往灭霸脑袋上砍。至于为啥有这种情况，那是因为在复联3里的这句话。之后，钢铁侠在雷神120万快充的帮助下，成功放射出了纳米光炮的最强一击，可结果却被灭霸用螺旋大刀给挡住了。然而，你以为是紫薯精自己挥舞的大刀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此时我将视频暂停，你会发现灭霸的手其实抓在中间，根本没有动过，是刀自己在旋转。不愧应验了那句姜还是老的辣。细节二，在钢铁侠2中，托尼参加完听证会后，便回到家唤醒贾维斯。然而此处给了战甲强一个特写镜头。现在请注意上面标的字，马克1上面写的是重建，这也对应了为啥托尼把初代战甲丢在沙漠，家里又突然出现一台的原因。马克2上标的是原型机，马克3则是战斗损害，此处其实对应了钢铁侠1里战甲被铁霸王打烂的事件，而地上的头盔自然是当时被铁霸王捏扁的那个。至于马克4则是在等待升级。细节3，在复联1中，众人解决了纽约的危机后，托尼便提倡大家一起去烧烤店吃点东西。You ever tried shawarma? 然而你有没有发现，大伙吃饭的时候都是心不在焉，尤其是美队。其实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复联4美队穿越回过去，跟当时的他说巴基没有死，所以这也导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细节4，众所周知，幻视头上的心灵宝石是很脆弱的，每当宝石给他发出信号时，他的头都会隐隐作痛，而如果被人抠下的话，也会露出痛苦的表情。但绯红女巫在摧毁宝石的那一幕，幻视不仅没有难受，反而在温柔的安慰旺达。其实他不是不痛，只是不忍心让心爱的人难过罢了。细节5，灭霸到底有多尊重钢铁侠呢？除了一开始就能叫出名字外 Doc, you know me? I do.之后托尼也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更是打算动用4颗无限宝石进行补刀。众所周知，灭霸对付花里胡哨的奇异博士，最多也就用过2颗，而现在为了解决受伤的托尼，灭霸直接启动了手套上的所有宝石。毋庸置疑，这其实是对钢铁侠的一种尊重。细节6，章鱼哥进攻地球时，奇异博士和王正准备施法，结果钢铁侠突然冲出，撞得2人强制打断了施法。看来这次托尼是惹上麻烦了呀。细节7，在雷神3里，锤哥实力不敌海拉，结果被戳瞎了一只眼。然而这一幕其实在影片中早已暗示。当雷神走进宫殿后，发现地上有着许多破损的壁画，其中就有一幅自己的画像，并且右眼还有着明显的裂痕，而锤哥被戳瞎的正是右眼。细节8，在复联3结尾，当灭霸收集到最后1颗无限宝石时，索尔突然一记斧子就劈在了灭霸的胸口上，不过灭霸还是打出了响指，并开启传送门逃走了。但此处请注意，灭霸胸口处闪烁着绿色的光芒，实际上这是他在用时间宝石修复这个伤口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复联3结尾我们看不到紫薯精胸口上的伤了。细节9，在复联4里，马克叔为了去见锤哥，一路都是坐在车的后面，然而因为他太重，这也导致车后半身的底盘压得很低，车子也磨出了一路的火花，并且在他下车的时候，车头还被抬了起来。细节10，复联3里，灭霸一个响指就消灭了宇宙1半生灵，然而具体是多少呢？其实这点在惊奇队长的彩蛋中有说明，当时寡姐和美队就关注了此数据，可以看出全球有32亿人被这个响指打成灰，其中肯尼亚有2700多万，挪威200多万，日本6000多万，而美国有1亿6000多万，另外印尼地区也有1亿3000多万的数量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。